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 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要分享哦。大家好，我是浪儿。因为很多人在问我们这款卡表关水箱精更换或水位有少之类的问题，利用这次利益让大家知道一下该怎么挑选水箱精。另外，即使原厂保养，也该留意一下原厂家的水箱精是否有问题。这瓶是我网拍买的水箱精，上面的品牌我想有买过的都知道，他们卖的很便宜，没错，就是很便宜。但之前我买，实质上是没问题的水箱精。原本信任他们才选他们卖场内其他款的试看看，没想到根本不到10%的含量。我用这支是测水箱精乙2醇含量的冰点计，大家看一下，比重值约10度内。简单说，只有不到10%的乙2醇量。当然后面有另外买40度的，大约50%，我测一次给大家看一下。这款的价格跟那个不到10%的价格其实差不多，但一测真的有到50%。Nice。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去买一支这种测乙2醇用的，比重计精准度是蛮精准的。那我也不想去跟卖不到10%的卖家吵这个了。大家看这个品牌名称，自己去搜索这支产品，自己去看它产品说明就知道我有多生气了。现在我要用快煮壶将不到10%或不到1%的水箱精含后面买的50%水箱精，把它煮滚后水分会蒸发掉，最后留下100%乙2醇含量的水箱精。那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带大家看看，如同片头那样，我用快煮壶把不到10%的水箱精给煮滚。这样做目的就是把水分蒸发掉，一来去水分，二来留下我们要的100%浓度的乙2醇，方便后面调到50%浓度的水箱精做使用。整个过程记录给大家知道为什么水箱精要买时要有乙2醇含量50%的才适当。给大家看一下，我大略煮到80度以上时，整个水箱精就会产生大量的气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设我盖上盖子会是怎样的状况，或是在你车上封闭的水路系统内的话，会发生什么状况？第一，气泡一出；第二，大量高温水蒸气形成高压，会冲向低压处，比如水箱破洞处。又比如因为很多人没在用水箱精，导致引擎本体、水箱本体生锈，这时高温高压的水蒸气就会去冲破这些锈蚀严重的地方，那么常会造成大量的滚烫的热水由副水箱冲出，引擎内是吃水现象。过量水蒸气更可能油气缸盖一些缝隙冲到引擎内部，造成油水混合等问题。像我前面整修引擎有一部分也是这原因，严重的话可能要报废引擎了。所以水箱精浓度的选择，这点是每位车主必须知道的。好比我们看到酷卡水塞锈到破洞的问题，这点当然跟它的水塞材质有关系，但我比较看重的是原厂或车主保养没在用水箱精吗？又或水箱精的乙2醇是否浓度不够？现在我们来看看，现在蒸发掉大部分蒸汽后，浓度50%以上的水箱精温度将近100度，我们可以看到并没有像前面那样产生大量的气泡。我现在还得继续加热超过100度，或说它的核心温度超过120度，才会产生大量的气泡。没有错，这就是我们使用水箱精的重要性之一。因为乙2醇的沸点在120度左右，而各厂牌车的水温控制都会在80到100度之间。为什么要控制在80到100度？
而不让它的温度更低一点。这方面说起来麻烦。我之前拍过，我把原厂的机油滤清器底座改成原厂的有散热装置的底座，不知道的我右上方有放链接，下方影片说明也会放上链接，可以点击去补课一下哦。在说明前，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引擎运作需要有一个正常工作温度，过热的话，一缩缸氮氧化物废气过量，那温度过低就易造成汽油燃烧不完全，产生的废气、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过多、易积碳等问题，这些问题就易造成车子动力不足、耗油并损坏处没转换器，造成排气不合格等问题产生。所以水箱精浓度控制在50%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要重新定义，或说把老旧的观念改一下，与其说水箱散热系统是散热系统，我们该重新定义成恒温系统。那么你一定又要问我，那我加30%、40%不行吗？当然可以，乙二醇含量越低，水分越高，散热效果越好。但相对的问题前面我们有看到了，从浓度低到浓度高各煮沸一遍，你就会发现50%内浓度的水箱精，约到80度的温度时就开始产生大量气泡了。浓度越高气泡越少，前面我也说过了，你可以试想一下，这些气泡或水蒸气在引擎水道、水箱水道形成了蒸汽压力，虽然水箱盖本身有泄压阀，但是长期在高压状态下，你的引擎出问题绝对比别人快且早。再来，一定有人会说是受水箱精内含有消泡、防锈、润滑等等的添加剂，那这些添加剂没作用吗？这又有一段故事了，有机会再说了。简单说就是我以前开铁缆时，沥青产生气时，不小心把水箱给弄破了，更换全新水箱后，车厂帮我把原厂的水箱精用清水全部洗出来，再加入一定比例车厂提供的水箱精，另外加入纯水。约过几周，我在检查保养时，把水箱把打开来看一下，每面道里头开始有些锈斑了。起初我不以为意，但时不时我就观察一下，发现有越来越多锈斑了。于是我自己跑去汽车百货买了知名品牌的水箱精来更换。后面我几乎每一周都会检视观察，没想到没有几周时间，发现水箱锈斑还是越来越多。于是跟些朋友讨论后，开始质疑起水箱精浓度不足的问题。印象中那时候检测水箱精浓度的测量计其实算得上很便宜了，朋友也刚好有买，所以我就借用来测一下。没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跟我片头那样买来的水箱精浓度根本不到10%。我本来的猜想会不会是混合到我在冲洗水箱过程中有残留的水分或旧的水箱精没换前进，所以会有这种结果。最后我自己买了影片中这种测乙二醇含量的冰点计，然后我在大卖场5金行汽车材料型从贵的到便宜的水箱精，大小品牌都买1瓶回来测试。而这些水箱精有的有标示，浓度约略都在30到40%之间，有的根本没标示，没标示的测下来几乎见底，也就是含量连1%都不到。那些30到40%的也确实有到达30%，其中有一款我印象很深刻的大品牌，标示为50%含量，结果也只有30%而已。下面画面是当时候也有人做跟我同样的事情，但事主比较有能力，找了新闻记者去爆料。但新闻有报跟没报一样，因为大家也不知道那到底该加什么样的水箱精才合适。最后我就如同我这回这样，我异想天开的用快煮壶把这些水箱精煮沸，目的就是让水分挥发掉而乙二醇和其他添加物。照我当时查找资料，市售大部分的水箱精添加物并不会随住水分蒸发掉的，这点有理工背景的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而如果有网友要跟我做同样的动作，请留意你煮沸的器具要有温控的，因为乙二醇沸点较高，核心温度更会高到120度以上，很容易发生意外。我选用快煮壶也是因为快煮壶本身有安全装置，约略110度左右它就会跳掉，所以我不用一直守在旁边观察状况，这点你要自己试验的人请多留意。回过头来，我的重点就是这些消泡、润滑、防锈等等的添加物只占水箱精成分极少的占比，也就是作用非常有限。从前面影片中可以看出，低于50%时，水温80度开始就有大量泡沫产生，其实那是微小气泡，也可以得知是那些消泡的化学药剂在产生作用。而当我弄到高于50%含量的水箱精，通常要90度以上的高温才会开始有些微气泡产生。我这支影片也就是用这方式告诉大家，水箱精在整个水冷系统中
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且乙二醇含量也得充足才是正确的。到这边有人会问，别种化学药剂不也可以达到相同的作用吗？我要很诚实告诉大家，如果你去化工型买原料，我们个人去买的话，那些其他的化学原料不要算，单就乙二醇1公升约略80到90元，其他原料有的便宜有的贵。我记得我当时是算过，我自己调制的话，比我网拍找到有100%浓度乙二醇的水香精来的贵很多。换句话说，就是其他种的水香精要达到乙二醇50%含量的成本来得高很多。再者是我前面说的，我试过那些大厂牌的，他们的成分标是不是很笼统，就是不清不楚的，但千篇一律还是有乙二醇，结果就是水香有锈蚀状况。也许你是理工背景的人，你可以用更便宜方式来制作更好的水香精，但我前面影片到现在一直要说明的就是引擎工作要有一定工作温度，再来还要有一定的散热效果，再来水道那些还要有防锈，再来是乳水泵浦还要有一定的润滑效果。这些我查找不少相关资料，目前通用最广价格合适的还是乙二醇，并一般用车而言还是50%含量最为恰当。至于很多人说的30%到40%的，我影片中煮沸状况大家都有看到，才80度的高温就满满的气泡了，而80度到100度又是一般汽车的正常工作温度的区间。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挑水香精请用乙二醇含量50%的。这一次的机会，我拍这部影片给大家了解一下，告诉大家观念要正确一下。现在很多大部分家用车的水冷系统，我们该称为是恒温系统而非单纯的散热系统而已。所以说不要再加那一种没有满50%的水香精的。再来是要说明一下乙二醇防冻液的作用。大家觉得可能在我们台湾啊和亚热带地区不怕说会被冻住，不太可能有那一种低温。这种观念来讲的话，我没拍片给大家看，但大家可以自己现在这种春天啊，应该算春天的这种气温底下直接在车头放大型的工业电扇去模拟一下行进中前撞风的一个情况。重点是吹大约几分钟后，你可以由水箱下面泄水螺丝放点水香精出来。那看你要用温度计或是用手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说水香精是凉的或者是冰的，更别说实际上你开车上路前撞风的时候温度有多低了。而这如果没有乙二醇防冻液的状况，都不像国外啦它的水香精可能整个冻住，但会产生金属忽冷忽热的效应下，你的引擎很容易就出状况了。你没有遇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只能说你的运气很好。当你遇上了，你只是觉得老车了该换车了，那我只能说你好野人那运气好的你，好野人的你你爱怎么搞你的车是你的事情，但是请你不要把这种错误的观念和想法乱传给其他人。那这一次就到这边。至于怎么更换水箱水那我本来是有拍呀，但是拯救引擎那部片以前拍的，后来发现说它有另外问题产生，所以我就没有打算再拍像上一次我整修引擎的2部曲那2部影片观看数非常的低啦那不管怎么样，喜欢我的影片帮我支持一下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感谢收看，如果你喜欢我影片，再帮忙点个赞、订阅、加分享哦。